2个金牌点。李开始拉球出界，传球回来之后，长球好了，拿下！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中国乒乓球队取得了首次包揽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全部5枚金牌，男女队完成团体5连冠的骄人战绩。其中，世界女单排名第1的孙颖莎身兼混双、女单和女团3项重任。好了！从7月27日一直打到8月10日，14场比赛，61局较量之后，取得2金1银的成绩。开幕的第1天就开始打比赛，一直打到闭幕前的第1天。我捋了一下，有一天最累的时候是7月28号这一天。上午打单打，下午打双打。其实我觉得体力其实还好，从平时的备战就是储备来说，其实身体的这种机能，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储备的很足了。但我觉得其实面对奥运会这种高强度的比赛，更消耗的是你的精力，你一直在想着技战术，一直想，就是这种高度的精神肯定是最累的。你怎么去分配？我是一场一场准备。第1场假如说是打混双，我会先把混双的录像和准备好，然后它中间会给你休息的时间的嘛，就是最少也会有3到4个小时的这种休息，所以说在这3到4小时期间，我再去准备下一场的单打，就是这种切换还是比较快的。率先由孙颖莎来发球。此次出征巴黎奥运会，孙颖莎肩负的第1任务是为国乒收复混双失地。乒乓球混双在东京奥运会首次入奥，每个协会只允许1对组合参赛，增加了比赛的竞争性和不确定性。3年前的东京奥运会，许昕、刘诗雯3比4被日本组合水谷隼、伊藤美诚逆转，错失了该项目奥运首金。我觉得，首先还是对不起大家吧，大家都付出。当时刘诗雯红着眼道歉的画面让无数人心疼。输了以后，应当说对中国队的刺激也是挺大的。那么一定是希望24年巴黎奥运会赢回来。当时这个任务落在你头上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这个目标？混双是这次面临压力最大的一次吧，因为中国队只有1对参赛。出现一点问题的话，就相当于这块金牌就已经输掉了。漂亮！混双是5项乒乓球比赛中产生首枚金牌的项目，中国队能否拿到这块没有拿到过的金牌，能否顺利取得开门红，这样的关注集中在孙颖莎、王楚钦身上。上晋级决赛的道路上，孙颖莎、王楚钦在1/4决赛和半决赛中遭遇巨大挑战，均是在0比1、1比2落后的情况下，以4比2艰难逆转对手。其实我觉得2个人不管是混双还是双打，我觉得配合的项目就是要做到信任，首先是第1位，再其次就是你要对他有分担吧，你要给予他分担。就是我能理解这个合作就是信任，但是你给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2个人一起去面对一次一次的进攻的时候，什么叫信任？因为混双它有一轮球是下风球嘛，有一轮的球是男孩的球过来可能是我接嘛，男孩过来的球质量包括这种速度力量确实跟女孩还是不一样嘛，所以说我也得高强度的集中啊，我能防得住的前提下，然后他去进攻那边的女孩嘛。好球！首先我让他信任我，大胆的说没事，那边男孩拉我不会把我拉死的，我肯定能稳定的防过去，然后你再去进攻那边的女孩。漂亮！你们2个平时训练合作了那么久，就是你们深深的知道对方能不能防得住，为什么在现场还是要去告诉他你不用担心？这就是比赛的一种
交流跟沟通。人在紧张的时候，你需要排解方式就是需要多说话、多交流，可能就会好一点。所以在赛场上也是一样的，他失误一个，或者说我是一个紧张的话，另一个人要赶紧的说话，就说没关系，没关系，说没事，再来，就是反复的在叨叨，你就能感觉到慢慢的心就是沉静下来嘛。首先入场的是朝鲜选手李正直和金琴英。混双决赛，孙颖莎、王楚钦组合迎来本次赛事最大黑马朝鲜组合李正直、金琴英。后者鲜少亮相国际大赛，却先后掀翻众多高手，一路杀进决赛。给到中间，孙颖莎上手。前5局比赛，孙颖莎和王楚钦3比2领先朝鲜组合。第6局成为双方决胜的关键局。防守。精彩的一分项。混双和王楚钦里面有没有你感觉印象深的球？混双有，第6局8比8，我8最后5了个直线那个球，对，记着呢。蹬起来，为什么？那分多关键，而且当时其实局面已经没有那么上风了。第6局那局输了，第7局你这不好说了。那球挺关键，一下9比870赢完之后，紧接着10比8结束了。那个球是描述一下谁接的这个球？那个球最后我捂了个直线，就那边男孩拉过来，然后我捂了个直线，然后我把给防过去了，那一分挺关键的。我觉得当时那男孩拉的质量挺高的了，就是没见过的球是吗？对，在平时训练，其实老跟男孩对抗训练，其实你已经适应了这种他们的球速力量。当时我感觉王楚钦其实他一下也感觉其实一下那个局面就顶上来了。加油加油！漂亮！带点了！10比8，比赛来到金牌点。王楚钦和孙颖莎现在握有2个金牌点。李正直拉球出界，这样王楚钦和孙颖莎是4比2拿下了第6局。随着李正直回球出界，孙颖莎、王楚钦振臂高呼，比分最终定格在11比8。这场胜利弥补了国乒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遗憾，也为金牌之师在巴黎迎来开门红。你俩取得比赛胜利之后，怎么互相的夸奖的对方？我觉得你只要赢完了，然后那个赢到金牌了，我觉得夸不夸奖呢，其实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不夸呢，在彼此心里也已经很棒了。我们在网上就是看一些小视频，觉得你俩在一块儿的时候特好玩，就是他老看你的脸色，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主要可能从小一起配，其实关系私下来说其实很熟了，而且都很了解了。然后可能有时候他老训练中失误2个，或者说他有时候那个男孩嘛，他可能有时候就是打2个没打好的时候，我就会有时候看他一眼，或者那就对，主要就是就是这方面嘛。我意思让他好好打。对，就这方面可能他看得懂吗？他懂，他现在很懂了。出生于2000年11月的孙颖莎，被很多人称为球感超好的天赋型选手。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当时国乒混双失利后，单打和团体赛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但在女子单打半决赛中，孙颖莎不负众望，以4比0碾压日本女子第1单打伊藤美诚，与陈梦携手挺进乒乓球女单决赛。1周之后，乒乓球女子团体赛中，孙颖莎再次击败伊藤美诚，帮助中国队拿下女子团体金牌。在2022年1月30日，国际乒联公布的世界排名中，孙颖莎凭借着7580的积分，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1，成为乒乓球历史上首位00后世界第1。
因为你是3项，你还有女子单打，那你在确保自己女子单打还得练，然后俩人还得练，那你这一天怎么会多练出多少时间来呢？就是早上出早操嘛，比一般人正常早上早起1个多小时嘛。别人几点起？正常我们7点半嘛，然后我出早操就6点半嘛。干嘛呢？这一个练发球接发球嘛。从晨练开始，经历了一整天的训练后，孙颖莎习惯再给自己来个加练。正常我们7点到9点就结束了，自己会在家练30-40分钟，差不多，然后回屋洗澡吃饭治疗，然后我又要睡觉，早点休息，第二天照常继续6点半起床，就是这样说您就能懂了。我明白了，就是一天，就是基本都是按照这个的时间表在循环。大家觉得你是天才都不为过的这么一个运动员，那你的素质技能不在别人之下，你为什么还要比别人多付出时间呢？天才我觉得还不算得上天才吧，我觉得，我可能感觉天赋吧，但我觉得其实你要真打到顶尖，就是这种绝对最高的水平，你肯定是靠努力加天赋的。我觉得努力肯定是占到第1位的，因为大家伙儿都很努力，包括你们的日常的安排，每天的安排，我们看来就很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你还要早多一点，晚多一点，再压榨自己？因为你想成为比一般人更优秀的人嘛。其实不就是这样？但我感觉人，你一直追逐自己的梦想，你一直在追自己的目标的时候，我感觉挺幸福的。2022年2月，邱怡可成为孙颖莎新的主管教练。除了是她的教练，邱怡可也是那个等她哭完陪她拌嘴的伙伴。我看过一个小视频，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和你教练邱怡可，人家跟你说，你来一句你行你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什么场景下发生这么一句话？邱指导带我2年半了吧。首先这2年半他带我觉得不光是我俩吧，大家来看，其实我觉得都会肯定我们这2年多的付出跟成绩，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包括邱指导也很辛苦，其实你看他也跟我开玩笑说，打完奥运会他头发这边本来是白几根，打完右边也白了几根。我说确实也很不容易，也很辛苦。然后教练们陪伴着我们的时间比陪伴家人孩子多了去了。那你还跟人顶嘴？他其实在教练我觉得里面性格算很好的，就是而且他很能理解女孩的一种思想跟心情，他也理解我在面临压力啊，或者说焦虑，就上场前的赛前的紧张焦虑。所以平时训练我也老跟他开玩笑，就我累的时候，他老让我训练的时候，我真练不动的时候，我也跟他开玩笑，我说那你来练会儿吧，我给你罚会儿。反正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师徒间的一种默契跟这种偶尔的这种插曲吧。但是我们俩从来不会因为这种事儿闹翻脸，他懂我在发泄，跟告诉他我很累，我也很不容易，你还让我在这练，我就在坚持了。就是其实有时候就希望得到他的一种理解跟认可嘛。其实就是跟他抱怨叨叨2句嘛，其实他都懂，他也不会说我或者骂我，或者说你不练那就别练，就那种从来没有过。人家网上不都说吗？你后边跟着一个老父亲啊，然后天天奥运村每天帮我拉箱子什么的，然后我有时候你别说拉习惯了吧，打完比赛我这样，我说哎你再帮我拉一下，我都自己都不习惯背包了。每次反正开玩笑，他也会说，他说你都打完了，你还让我给你拉，我说那你不能当教练只能比赛的时候给我拉，平时你也得给我拉一下。反正就会平时偶尔也会这种斗嘴啊。他拿你当闺女看吧？我觉得是，我感觉我们已经是就是真的跟家人亲人也真的已经一样了，就更别说在一起战斗的日子了。在巴黎奥运周期，孙颖莎迎来了爆发期。无论是2023年德班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还是2024年澳门国际乒联女子世界杯，她均战胜对手，获得女单冠军。此次出征巴黎奥运会，很多球迷也期待她能够赢得奥运会女单金牌，成就职业生涯的大满贯。长球。最终，他和陈梦会师决赛。
但以2比4不敌陈梦，摘得银牌。因为什么输了呢？还是节奏吧，就是心态啊，节奏就是没有调整到，对，有点着急。对，那几个球，现在让我想还是记忆最犹新的。单打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尤其是世界排名第1的运动员来说，奥运会的金牌有多重要，你一定会很看重。但是很遗憾是输了比赛。有很多人都在说遗憾或者怎么样，什么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啊，没能完成大满贯，或者说突破纪录啊，这些都已经会无形的给你一些压力了。因为网络你是控制不了人家怎么去说的，当时输完下来肯定会伤心啊、难过啊。但起码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去追逐在下一个4年。最后这个女子单打的决赛现场，很多喜爱你的球迷追你那么老远，追到巴黎去看比赛，会对你有影响吗？当然，首先是感谢他们能够支持中国乒乓球队，支持他们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喜爱的球员啊，不管是我，包括谁。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这种理智的去看待输赢，而不是说我赢了就表扬我的教练好，或者我的朋友、我的队友啊，甚至家人啊，就是说好，什么都好了。但是就是说，当我输了以后，也希望他们多一些这种关心跟包容，希望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再理智一些，我觉得更好。接下来出场的是卫冕冠军头号种子中国队。单打失利后的第2天，孙颖莎重新投入团体赛争夺。在决赛中对阵日本头号女单平野美宇时，孙颖莎在首局1比7落后的不利情况下上演逆转，成功浇灭了对手反攻的气势，为中国队最终夺得冠军再下一城。那2天我真的确实有点就是低迷，就是开心吧，开心不起来，但是你又完全解脱吧，不是解脱，因为还有团体赛要去准备跟参加，所以说就那个心一直都在，就是还在时刻准备着。完了之后慢慢其实好像到团体赛又再次上场打进去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忘掉了。没错。好球，一个发球抢攻，王曼玉3比1战胜了张本美和，为中国队拿下第3分。最终，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由陈梦、孙颖莎和王曼玉组成的中国乒乓球女队以3比0完胜日本队夺冠，实现奥运女子团体5连冠。这块金牌刚好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夏季奥运会第300枚金牌。我看过一个评论说，看完了你整个奥运会期间10来天的比赛，这个网友说的，他们说你完成了这个混双的比赛，得了这个金牌，这是任务；你完成了女团的这个比赛，得了冠军，这是责任。但是你输了这个个人的单项女单的这个比赛，这是你的梦想。你在责任任务上面都赢了，但是你在你追求梦想的这一项上，你得了一个银牌。你怎么看大家对你的这个总结呀？我觉得总结的挺到位的，确实谁都想完成自己追逐的梦想，但我觉得奥运会首先它是一个4年一届的准备，基本上是全世界的国家都来参赛的，而且都是最高水平的竞技来去参赛的。所以说我觉得首先在奥运会上的初衷，一直的初衷都是第一，都是为国而战。我觉得都再怎么样，我都要先把外国的选手这样去打败去赢。就算女单输了，我觉得我们俩都是顺利的会师到了女单的决赛。我们在各自的就是半区里其实都守住了这条线，就是金银牌我觉得首先都是中国的，只是说谁赢了，完成了自己心目中的梦想了，或者说自己追求的更高的去达到了。但首先大的方向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当地时间8月11日晚，巴黎奥运会闭幕式在法国法兰西体育场举行。孙颖莎作为亚洲运动员代表登场。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2024年第3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孙颖莎和其他登台选手共同吹灭巴黎奥运会火种灯，期待下届奥运会相聚。最后，当这个奥运会结束的时候，你是被邀请和巴赫主席一起，你不仅代表中国运动员，也代表亚洲的运动员一起和巴赫主席去熄灭这个奥运会的生活。在走这个场的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这肯定是非常荣幸，因为我代表，就像您说，我只代表了不是中国了，我整个是代表的是整个亚洲，所以说那天走上去那一刻，就是当时走在台中间，然后看向现场这么多的观众的时候，我感觉输一场比赛啊，其实就也没这么多人看，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一下挺释怀的，我感觉。在那一刻，你会不会想到什么是体育，什么是奥运？我做这一行，我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嘛，就是更快、更高、更强，你不断的去超越自己，然后成为一个榜样，然后输在这儿，然后可能会传递给以后的年轻运动员，他可能说想成为像孙颖莎一样的人，不管成绩如何吧，我觉得做到自己问心无愧，我觉得其实就很好。